没人料到，这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春节。随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极寒流降临，自此世界再无春日。而我所乘坐的返程列车，因为这场大雪，直接被拦截在大山里。随着车外温度骤降到零下70摄氏度，电力系统崩溃，物资匮乏之下，列车内的人杀红了眼，最终连我也被男友推了出去，只为换一件御寒的裤子。再睁眼，我又一次跟随男友登上了那辆死亡列车，只是这次我带着所有行李提前下了车，头也不回地开着自己的大货车，躲进了早就满是物资的温泉山洞。再睁眼时，我躺在一张硬邦邦的火炕上，没烟味呛得人想咳嗽。我盯着头顶的就放亮，窗上贴着的大红窗花，愣了整整30秒。我抬起手，指尖有温度，指甲盖下面是健康的粉红色。我摸了摸脸，有知觉。我掐了一下大腿，疼。门口布帘被掀开，一个男人走了进来。都几点了，赶紧起来，我妈让你去帮忙包饺子。宋泽宇，我的24孝好男友，他穿着旧棉袄，靠在炕头啃着热豆包，眉眼还是那个眉眼，笑容还是那个笑容，连咬豆包时发出的吧唧声都一模一样。我盯着他，没说话，心跳快得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，但我脸上一点都没表现出来。前世临死前那些画面像走马灯一样在脑子里转，他裹着那件破棉袄站在车门里的样子，我拍打车窗时他移开的目光，最后那个转身。愣着干啥？他走过来，伸手想摸我的脸。还没睡醒？我偏了一下头，他的手落了空。他愣了一下，但很快换上那副体贴的表情。蒋婉，这是你第一次上门，我爸妈也不知道你爱吃什么馅的饺子，怕你吃不惯，这才让你去帮忙包饺子，不是真想让你干活，就是顺便聊聊，问问你喜好。甜言蜜语一如既往，我点点头，我这就去。端着水杯走到院子墙角洗漱，一墙之隔的灶台间里，摘韭菜的宋母和剁肉馅的宋父正在聊天。我把水杯放慢，侧耳去听。那丫头还没起呢，城里人丫头懒着呢，以后也不知道能不能照顾泽宇。你放心，没什么是安头小误会的。她嫁给泽宇以后，我有得教她。你忘了当年我嫁给你的时候，你老娘咋使唤我的？宋父没搭腔，转而岔开话题。我合计着，这泽宇结了婚，泽言也得去城里找个对象。城里对象不好找啊，听泽宇说，又要钱又要房的，哪都像是这丫头死了爹妈，留了一大堆遗产，这天上掉馅饼的条件。怕什么？等泽宇和他结了婚，那遗产还不都是咱老宋家的？听说2处房子呢，俩人扯了证，咱全家就都搬过去。这破村子住了几十年了，也该享享福了。那他能答应吗？咋不能答应？泽宇为了拿下他，可是拿了一个10万的钻戒求婚呢。多少？这死小子不过意思了，有这钱不知道帮衬地的，竟然给那丫头买个破戒了。宋父嘿嘿笑了，租的，1天200。不然你以为那丫头肯跟泽宇回来过年？等过完年，俩人扯了证，他再把戒指退了就行。虽说也是开销，但领了证，那房子也过户给他了，不亏。那丫头又不是傻子，退了能干啊？就说他自己弄丢的呗，到时候还得是他反过来亏欠咱泽宇一片心意，咱家要什么，他还能不答应？我靠在墙边，慢慢把水喝完。前世我听到这些话时气得浑身发抖，和宋泽宇大吵一架，当场订了返程票。但这次不一样，没人知道我重生了，也没人会想到几天后的那趟返程列车将会成为一趟绝命列车。这个春节将是人类最后一个春节。前世我在那趟车上活了3个月，那3个月里，我亲眼看着人变成鬼，那伙杀人犯抢了乘警的枪，把商务车厢占了，把乘客当牲口一样驱赶，谁不交物资就开枪。那个报警的女孩被第一个扔出车外，脖子上的血刚流出来就冻上了。宋泽宇为了一口吃的，把自己仅剩的外套换了出去，后来又为换一件破棉袄，他把我也换了。我被扔出车外时，他就裹着那件棉袄站在车门里看着我在雪地里拍门，看着我被活活冻死。再睁眼，我回到了3个月前，这一次我要他死。洗漱完回去，我进了灶台间，宋母正往锅里下饺子，宋父还在剁肉馅。两人看见我，脸上堆起笑。丫头起来了，快来，饺子马上好。我笑着应了，来到灶前，翻动锅铲。宋母端着饺子过来，站在我身旁，开始絮叨：俺们乡下人也没啥好东西，就这点家常便饭。你吃惯城里的山珍海味，别嫌弃呀。阿姨说哪里话，饺子就挺好的。宋母满意的点头，眼珠子一转：丫头啊，俺们乡下人也不知道城里的规矩。你看泽宇已经给了10万的戒指了，咱还用准备什么别的？听闻咱城里没有彩礼这说。我点头，是没有，但必须有车有房呢，毕竟是结婚，谁也不是奔着吃绝户去的，您说是不是？这话一说，老两口脸色都变了。宋母筷子一顿，宋父剁肉的手也停了，他们飞快对视一眼。宋父干咳一声，正要开口，我又笑了。不过啊，您二老养育泽宇不容易，城里的房子那么贵，哪里买得起？要我说，给泽宇买辆车得了，这以后有了孩子，接送二老去看个头疼脑热也方便不是？我手里捏着一个四不像的饺子，语气随意的像在聊家常。那车子得多少钱啊？要不了多少钱，总比那钻戒便宜多了，5、6万就能买。5、6万，宋母脸色又不好看了，5、600他都嫌贵。宋父到底是见过世面的，立刻打圆场：那是自然要有的，你就放心吧。宋母瞪了他一眼，指着我那饺子冷哼一声：这女孩子家连饺子都包不成个样的，哪像个过日子的？你可好好小学吧。我拿起饺子皮，充耳不闻的继续包着，包了几个，忽然抬头，
叔叔阿姨，咱家里棉被棉衣多吗？问这个干啥？刚来的时候就听说有人高价回收棉花呢，一斤好像是300块钱。我操，1斤300，咋可能？那不能有假的，有个拿喇叭喊的呢，这会儿应该还在村子口吧？不过咱家里这些棉被棉衣都还要税呢，给了他们可怎么行？听个笑话好了。宋母坐不住了，她起身蹭了2下衣服，迈着脚就朝村外跑去。没多一会儿，气喘吁吁跑回来，指挥宋父和刚从里屋出来的宋泽宇，连窝在炕上睡懒觉的宋泽言都拽起来，把家里棉被棉衣能拖的都拖上板车，一股脑往外运。宋泽宇最懵，他看到厨房就剩我一个，一脸奇怪。他们这是干什么去？有人弹棉花？大过年的，谁弹棉花？我蹲在灶台前，一边慢悠悠捏着我的花饺子，一边笑着勾嘴角，还能干什么？给你赚彩礼钱去了呗。果然，没一会儿，宋母就欢喜地捧着一把厚厚的100元大钞和宋父回了院子。看到那些钱，宋泽宇眼睛都瞪圆了，足足卖了55斤，17000块钱呢。宋泽言揉着眼睛皱起眉：“娘哎，您把被子衣服都卖了，咱家晚上干什么？”宋母白他一眼，从厨房抄了一兜子炒花生递给他：“去隔壁老周家借2床被子，反正他家里儿子今年也不回来过年，留着被子也没人用。”看到这，我起了身：“借1床就行。泽宇，我们领导说让我提前复工，我今晚就要走，你跟我回去不？”领导说可以给咱俩订2个商务车头等座。宋泽宇皱眉：“这年还没过完呢。”宋父一脸怒意：“什么领导让人大过年回去上班，他给几个钱这么使唤人？”我点头，确实没多少，也就5万块钱吧。但我想着买辆车是足够了，也省得叔叔阿姨为难了。宋母听完眼睛都亮了：“哎呦，工作最重要啊！泽宇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帮你媳妇儿收拾东西？对了，这烧鸡、烧羊还有腊肠、腊肉，娘都给你们装上，还有2桶土鸡蛋，这可都是咱自己家的鸡下的蛋，可补了。”宋泽宇手脚麻利起来，但看到家里把新买的鸡鸭鱼肉全塞进行李箱，他有些愧疚。都给我们拿走了，您吃什么？宋父扫了一眼行李箱，又看了一眼宋母手里那一把钞票，挥挥手：“放心吧，这不是还有饺子吗？饿不着。”面对他们，我没有任何愧疚，拿起东西就上了提早从隔壁镇上叫来的车。临上车，宋母拉住宋泽宇，往他手里塞了200块钱，压低声音说：“赶紧哄他把证领了，把事儿办了，到时候怀了，什么都是你的了，听见没？”那声音不大不小，连前头司机都听见了。他从后视镜打量我一眼，见我低头玩手机，眼睛都不抬，抿抿嘴，没敢多言语。我和宋泽宇一路坐车到了火车站，拎着行李上了预定好的列车。班次和前世一模一样，只不过这次我们直接进了前世被占领的商务区。这里宽敞温暖，很快我就把羽绒服脱了，还随手帮宋泽宇脱了。俩人中午都没吃饭，先去餐车大吃了一顿。我出钱点了毛蟹旺和水煮牛肉，宋泽宇吃得满头大汗，后来热得连毛衣都脱了，光穿一身短袖回到座位。他是个很怕热的人，每次吃了辣都这样，恨不得把衣服全脱了落汗。看他这副样子，我和服务员要了一瓶冰镇可乐，替他打开放到面前。宋泽宇舒服地喝着，随后打了个爽嗝。你别说，这商务座贵有贵的道理，又宽敞又暖和，还能躺着睡觉。媳妇儿，你看这还有拖鞋呢。我笑了笑，把他脱下的衣服一件件叠好，放到行李箱上，还帮他把鞋子脱了，拖鞋换上，把座椅调节好。你这么一伺候，我倒是真有点困。困了就睡吧，到站了我叫你。很快，喝完可乐的宋泽宇就躺在椅子上打起了呼噜。窗外景色逐渐被薄雪覆盖。我看了一眼时间，从背包里拿出一个大袋子，默默将宋泽宇的毛衣、羽绒服、帽子、鞋子全塞了进去。旁边一排看起来很富态的老太太看着这一切，啧啧称赞我贤惠，会伺候人。我扫了他一眼，没说话。火车进站，我起身推着2个行李箱和那一整包衣服朝门外走去。我起身之间，身旁的宋泽宇依旧睡得昏天黑地，毫无察觉。从商务车厢下车后，立即有服务人员上前帮我拿行李。女士，需要我帮您叫个接送服务，带您和行李一起出站吗？需要，麻烦您了。我随手塞给他100块钱小费，顿时那服务人员热情加倍。站台已经飘起大雪，凛冽的寒风吹起发梢。我把宋泽宇那包衣服随手扔在站台垃圾桶里，安静地站在门口等着，直到服务人员将电动车停在我身后。我在最后看了一眼车窗里身着短袖的宋泽宇，可乐里的安眠药应该够他睡到半夜了吧。我笑了笑，将鬓角发梢别到耳后，头也不回地上了车。3号地面停车场，谢谢。抵达停车场时，地面已经覆盖一层薄岩似的雪花，眼看那小电车消失在茫茫大雪中，我把行李塞到大货车副驾，自己也爬上去，一刻不停启动车子离开。一路上的车很少，毕竟没人会在春节期间跑来这个县城旅游。望着四面环绕的大山，我吐出口气。如果时间预计没错，再过6个小时，整个世界都会被大雪覆盖。但即便如此，窗外的大雪也已经下得很急了，雨刷器一直在工作，覆盖在上面的雪越来越厚。如果没有大雪，从火车站开到县城，再从省道进山抵达目的地，只需要1个半小时。但现在速度根本提不上来，时间至少要增加1倍。其实，如果我不和宋泽宇回老家，完全可以提早安全进洞，但也无所谓了。我宁可冒些风险，这次也绝不会让他好活。宋泽宇大概不会想到，
我取行李的时候，已经在车厢行李架上安置了隐藏式远程充电摄像头，而且临离开前还将一封举报盗窃的信交给了乘务员。只要他醒来发现行李消失，肯定会去找乘警，乘警就会因为那封信带他去和那伙假冒工人的杀人犯对峙。前世宋泽宇为了活下去，那么圆滑，那么狗腿的讨好那伙人，甚至加入他们成为帮凶。而这一次他没机会了，只要触怒那伙人，1天后他只会成为被开刀的那个。我开着货车在省道上走了半个小时，本以为一路畅通无阻，谁知路过县城时，身后突然多了一辆和我差不多的货车。雪天路滑，那辆车开得也不快，和我之间保持不远不近的距离。我提速它也快，我慢它也慢。雪天的山路，大货车都有跟车习惯，但天生的敏感让我警惕。眼看到达山路第一个分岔口，那辆车还跟在我身后，瞬间我感觉头皮发麻。眼看到达山路第一个分岔口，那辆车还跟在我身后，瞬间我感觉头皮发麻。时间还有4个小时，路程还有4公里。如果他继续跟车，我会很难办。我不再犹豫，果断减速靠边，冷眼看着后视镜。后视镜里的大货车见我减速，原本也要减速，但见我停在路边，似乎犹豫了一下。很快，在我冷眼注视下，他加速越过我，在我前方20米的第2个分岔口向相反方向开走了。我停在原地又等了10分钟，确认那辆车不会再回来，才重新打着车子朝原本路线开去。布置好一切后，我在废弃温泉度假村外堵了些枯树石头，如果有车经过，势必要搬动这些挡路的东西，但那些障碍物都还在原位，甚至积雪颇深。我松了口气，直接找来绳子，用货车拉力把障碍物挪开，开着大货车穿过度假村，7拐8拐顺着之前的土路向山腰开去。一直开到山洞门口，我才下车。此时室外温度已经降到零下10摄氏度，积雪也到了小腿。看着大铁门上完好的封条，我不再迟疑，直接撕下，费力的完全推开大门，将货车开进山洞。山腰的风比山脚大得多，哪怕我已把自己包裹严实，风雪依旧像冰刀一样窜进缝隙，割得皮肤生疼。我看向车里的温度计，仅几个小时，温度已经降到零下20摄氏度，再不加快速度，门都关不上了。我立即下车，顶着风雪去关铁门，但不知道是冻住了还是风太大，铁门被我推了半米就不再动，刺骨湿冷的寒风逐渐渗透4肢百骸，哪怕隔着加厚手套，铁门传递的阴寒气息也几乎要将我穿透。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风雪越刮越大，再不关门，门就真关不上了。我扫了一眼外面白茫茫的天地，转身跑回车里，拿出一个保温水壶，将提前准备化冻地面的热水直接浇在2扇大铁门的厚重百叶上，一阵白烟冒起。我火速回到中间去推门，厚重的铁门终于再次移动起来。我咬牙又推了半米，结果一阵风顶着，怎么也关不上了。2扇门之间剩下1米缝隙，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堆积雪花，不消片刻，雪就要把门彻底冻死。我回头看了一眼货车，一咬牙，把剩下的水全泼在门上，直接返回货车挂起倒档，一脚油门向后撞了上去，砰的一声巨响，厚重的铁门终于死死关闭。一瞬间，所有呼啸风雪被挡在门外，再也听不见声音。做完这一切，我长长松了口气。我将货车再次向前行驶半米，留出空间，从铁门两侧拉下绳索，哗啦一声，厚重的防风门帘从铁门框尽数落下。这些门帘都是防火防寒级别，花了不少钱才定制出这么大尺寸。眼看这些军绿色大棉被将铁门寒气2次隔绝，我拍拍手，拉起行李箱走向山洞第2扇门。此时山洞第1扇门和第2扇门之间的空地早已被我堆满各种冷冻肉类，只留一辆货车宽度方便通行。光是整鸡我就批发了500只，猪牛各杀了100头，全部分装切块整齐码放在这里，还有大量海鲜鱼类也都靠墙摆放。毕竟就算没有这股强寒流，这里冬日温度也趋近零下10摄氏度，如同天然大冰箱。眼下随着外面温度越来越低，这里就更成了天然冷冻库。我站在第2扇门口时，脚下的识别器瞬间亮起，下一秒大门自动打开，一股暖意将我包围。识别到我出现，一旁的自动感应装置立即开启走廊全部灯光。与此同时 AI 系统声音响起，已识别身高体重，确认为主人江婉。江婉你好，欢迎回家。山洞内恒温温度已调节至22摄氏度，整体湿度 45%， 发电机组目前电量 99.99%， 太阳能电热板工作正常，露天区域温度正在持续下降，温度已控制在15摄氏度，鸡群存活，牛羊存活，饲料补给充足，大厅区域土壤略干燥，需及时浇水。我点点头，对这个新安装的智能系统十分满意。原本山洞里只是一套简单电路设备，但我怕离开时有人入侵，提前安装了远程智能设备。第2扇大门外的地面装了重力感应，一旦识别到身高体重和我不同，所有电力设备都会进入警戒状态，并向我的手机预警，大门智能锁立即自动锁死，入侵者根本进不去。推着行李箱走入电梯时，第2扇大门自动在我面前缓缓关闭。等电梯门再次开启，被塞满的中央大厅立即出现在面前。原本空旷的位置被我摆满一排排超市货架，从生活用品到应急药品一应俱全。一旁的鱼池也被我重新修整过。看着水池里活蹦乱跳的鱼虾，我顺手夹了一把饲料，
点开岩壁内侧自动洒水装置，给那些新换的绿色植物浇水。将物品放到别墅区后，我先查看了所有重新加厚的窗户，窗户早已被大雪覆盖。为了能时刻观测外界情况，我在窗户四周设置加热装置，只要按下不到1分钟，窗外附着的雪水就会瞬间融化，让人看清山下。为了让窗户更隐蔽，我在夹层增加了内置百叶窗，只需用磁铁吸附向上推，山下情况就能一览无余。需要时，纯白百叶窗闭合，就会和四周积雪融为一体。不出所料，此时山下早已白茫茫一片，连那些3、4层的小洋楼也只剩屋顶了。估计再下去，雪至少要盖到半山腰。好在这山够高，当初大雪连列车都没完全淹没，想淹没我这里更不可能。看了一眼时间，距离火车被大雪截停还有1小时。累了一天，我伸个懒腰，去卧室换了一身居家服，冲了热水澡。洗完澡后，整个人神清气爽。我从冰箱拿出一瓶啤酒，切了点水果，端着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到大厅另一侧的天然温泉汤池。汤池所在空间的温度是整个山洞最高的，温度计显示这里已高达30摄氏度。我将托盘放在岩石上，解开盘在头顶的鲨鱼夹，随便找个温度适宜的池子坐了进去。打开笔记本电脑，网络自动连接无线路由器。现在外面温度虽然极低，但网络信号还有。记得前世大概3个月后才彻底瘫痪，也足够我看看那趟列车里的情况了。我淡漠地望着监控里那个还在昏睡的男人，直接拉开啤酒手环，细密气泡几乎要溢出来，啤酒花滑入喉间，后背正抵上45摄氏度的温泉岩壁，冷热刺激让全身毛孔张开，水汽氤氲的池边，平板电脑架在岩石凹槽里。列车车厢里，不少人已经扒着窗户看向外面。我下车那一站后再没有站点，不出意外，这趟列车将在接下来1小时里持续减速，最终在半夜被困在山中央，再也无法前进。忽然想起什么，我伸手从防水袋掏出手机，差点忘了，宋泽宇家老平房里也被我安装了个临时监控，只是他家在半山腰，雪倒不至于那么快把他家淹没。只是宋母把家里厚衣服被子全卖了，这会儿也不知借没借到被子。打开室内监控的一瞬间，就见整个屋子都是煤烟。我看了半天，才从煤烟中辨认出3个一脸漆黑的人，宋父、宋母还有宋泽言，3个人正紧紧围着火炉搓手，那煤炉里塞的竟然全是秸秆。要知道，那东西一般都是灶台烧火用的，烟大得很。就算他们把棉被棉衣都卖了，也不盖一块煤都没有吧？正奇怪，就听监控里传来宋泽言的呛咳声：“娘，都怪你，干什么用家里仅剩下的煤都换了棉花？这下好了，棉衣棉被没有了，棉花也没卖出去，煤还没得烧。这外面那么大的雪，你是要活活冻死我们吗？”宋母哆嗦道：“我换棉花还不是为了你，那人收棉花300块钱一斤，咱家50多斤棉花就换了17000呢，那不是钱啊！再说没才值几个钱，那人说了有多少收多少，我这才去各家要了这些棉花，谁知道等再去人不见了，这个遭雷劈的，咒他过年出门被车撞死。”宋父抽着烟，气得用烟袋敲着火炕上那些棉花。够了，还有脸咒别人？你这就是贪心不足蛇吞象。现在好了，这么冷的天，咱仨连件厚衣服都没有，这些棉花也做不成个被子。我看你就是被人骗了。宋母气得上前就打宋父。好呀，怨我都怨我，我图什么？苦了一辈子，还不是为了你们爷几个，现在反到头来都怨我了。跟了你们老宋家，我都没想过一天好日子。这好不容易盼着泽宇娶个媳妇回来能伺候我2天，这大过年的还跑了。眼见宋母撒泼打滚期间，突然一阵大风袭来，猛然吹开被胶条封住的窗户。瞬间，炕上那一团团散棉花被吹得满屋都是，还有一部分顺风直接吹进煤炉子，一时间火苗窜起，几人顿时坐不住了。天爷，俺的棉花，这可都是钱啊，快灭火啊！可随着风雪从窗外不停灌入，四处散落的棉花沾上火信子迅速燃烧，眨眼间房子的旧布帘子、床头的床单被罩全被波及，连成一片火海。监控里满是浓重黑烟和叫骂声，没多一会儿就听手机里传来一声尖叫：“不好了，房梁烧起来了，房子要塌了！”屏幕猛地一黑，信号中断。那边老爹老娘烧了房，这边宋泽宇还美滋滋躺在商务座里舒服的吧唧嘴，甚至几次餐车经过，服务员都叫不醒他，但见他真睡着了，也没人再管他。我把啤酒喝完，整个身体泡在温泉里，舒爽的喟叹出一口气。好戏不光要配酒，还要配下酒菜。警告：室外温度已下降至零下25摄氏度。听着系统提示音，我把电脑放在岛台上，又把喝完的易拉罐冲了冲，码放在墙边。那列车应该停了吧？果然，当我从冰柜里拿出一盒鸡翅放入空气炸锅时，监控器里的人醒了。吵什么？不是商务车厢吗？怎么还这么吵？宋泽宇发着牢骚睁开眼，发现车厢内人们正躁动地走来走去。他刚要开口呵斥，却因车窗外的景象顿住了。他根本不知道外面什么时候下起了雪，更没想到此时车外积雪已将铁轨淹没。透过车内灯光，能看到不远处白茫茫一片雪地，更远的地方黑乎乎的，隐约像是山脉。这也不是车站，车停了。这什么情况？江晚，江晚！发现旁边的座位空了，宋泽宇皱起眉，立即起身看向四周。他走到过道，随手拉起隔壁一个正在收拾东西的男人。
您好，您看到我老婆了吗？刚刚就坐在我旁边的。被突然抓住的男人早已烦躁到极点，闻言一把甩开他手臂。你旁边一直都是空的，况且现在这么乱，谁知道你老婆去哪儿了？起开！宋泽宇一愣，他明明记得刚上车时，这个男人性格温和谦逊的很，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？再看向四周，哄孩子的、哭着打电话的比比皆是，一瞬间，一种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。他还没来得及细想，就听广播传来通知：尊敬的旅客朋友们，很抱歉的通知您，因为寒流影响，室外温度已经低至-25，列车正在全力向外界呼救。为了您的安全，请您看管好自己的小孩，在自己的座位上稍作等待。全体列车人员将会竭力保证您的安全。-25°C，宋泽宇倒吸一口凉气，这才发现手臂有些冷飕飕的。他下意识伸手在座位上拿衣服，却摸了个空，低头看去，自己的毛衣、羽绒服、帽子、棉鞋全都不见了。衣服呢？对了，肯定是江晚收拾起来了。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他跑哪去了？宋泽宇顿时脸都黑了，他立即拿起手机给我打电话，只是他不知道，我那张手机卡早就随我下车时被一起扔在站台上。听着手机里传来关机的声音，宋泽宇皱起眉，茫然看向四周，目光落在那两个乘警身上，而那两个乘警正带着几个一身脏破的工人往警务室方向走。宋泽宇像看到救星，连忙上前抓住乘警的手。乘警同志，您可要帮帮我，我老婆、行李、衣服都不见了。乘警上下打量他一眼。你叫宋泽宇，您怎么知道？说话间，乘警反手拽起他，省得我找你了，跟我们一起去警务室。几个工人本来低着头，听见宋泽宇的名字，其中为首一个面带刀疤的男人抬起头看向他，目光带着几分阴狠。宋泽宇吓得一哆嗦，慌忙道：乘警同志，是不是搞错了？我就是丢了东西。行了，我们这不是帮你找的吗？一会儿调监控看看就知道了。眼看乘警带人离开车厢，我这才拉开空气炸锅，将鸡翅翻个面，随后起锅煮了一碗方便面，洗了几颗青菜放进去，又煎了个鸡蛋。当热腾腾的面出锅时，宋泽宇再次出现在监控画面里，他身上披着一件薄毯，一看就是乘警看他可怜，让乘务员找的客用毯子。白天吃的饭早消化完了，他饥肠辘辘拿着手机就往用餐车厢走，殊不知此时的餐车早已紧急关闭。随后一个推着盒饭的餐车出现在商务车厢，宋泽宇眼前一亮，扫了50元钱，要了一盒牛肉盖饭。不好意思先生，红烧牛肉盖饭200元一份，嘿嘿。200元？你疯了吗？白天不还50元的吗？你不是看我坐商务车厢漫天要价？那卖盒饭的乘务员微笑着还没说话，身旁就有人将宋泽宇挤开。我出600元，给我3盒，我也要，我要宫保鸡丁的，我要4盒，800元扫过去了啊！面前餐车里的盒饭越来越少，宋泽宇终于意识到不对劲。我要1盒，不2盒。眼看400元扫了出去，宋泽宇立即端起2个盒饭回座位，可光有饭没有水，他早就渴得要命，于是又起身要买水，结果发现餐车已经空着回去了。车外大雪停了，但车还是开不动。现在行李不见了，江晚也消失了，这么下去可不是事。宋泽宇想起来上车时乘务员送的零食，此时脚边还放了半瓶矿泉水，他赶紧拿起来喝了。刚刚花400元买的盒饭一打开，分量少得可怜，米饭也就半个拳头，肉更少，除了土豆就3块牛肉。但这时候没得挑啊，宋泽宇立即把2盒饭都吃了，吃完一抹嘴，拿起手机给我发消息。江晚，你现在在哪儿？刚刚乘警调取监控，说你带着行李自己下车了。你不是回去复工吗？半路下车干什么？我东西都在你那里，你下车了我怎么办？还有，我衣服都去哪儿了？外面下大雪了，这车厢里吃的太贵了，你赶紧给我转点钱。发了半天，没一个回信。我就坐在监控前看着，一边看一边啃着金黄酥脆的炸鸡翅。就在这时，系统音再次传来提示：警告，室外温度已下降至-30°C。我挑起热乎的方便面吸了2根，就听监控里传来哭嚎：怎么办？听说我老家那里已经-70°C了，怎么办啊？我们不会死在这里吧？-70°C，那还能活人吗？完了，我不想死啊！救命啊！到底有没有人来救我们啊？不是说去找救援了吗？救援的人呢？这都多久了还没消息？刚刚那几个乘警呢？对，找乘警。车外气温虽然很低，但车内保温做得不错，摄像头还没受影响，甚至开启了夜间模式。混乱之中，突然几声枪响，就见刚刚要去找乘警的人瞬间从门口退了回来。所有人听着，立刻给我把东西放下，一个一个滚出这个车厢！谁要是敢拿东西，老子崩了他！说话间，枪口对准第一排死死抱着包的男人。下一秒，一声枪响，男人的血溅到一旁女人脸上，女人吓得甚至没敢发出声音。从你开始，一个个按顺序离开，听懂了吗？那女人被枪口对着，吓得点点头，随后颤颤巍巍起身朝后面车门走去。很快，每排的人越走越快，剩下的几乎都还没等前面人走完，就起身趁乱跑了出去。宋泽宇就是趁这时候溜走的。眼看商务车厢的人都走空了，几个人开始迅速搜寻大家留下的物资，那些吃的穿的被分了2侧堆放，看这样子，似乎是要和前世一样守几天。前世这些人怎么作恶，我一清二楚，我怎么会让他们那么轻松？我放下筷子，点开监控对话按键，都世界末日了，这点东西够你们吃几天的？几个人像炸了毛一样从座椅上弹跳起来。谁在说话？大哥，快看，这有个摄像头！眼看枪口对准我，
我笑着敲敲桌面，如果想活久一点，奉劝你们别破坏这个摄像头。刀疤男站在座位上，仔细研究我这个摄像头的构造。你是什么人？为什么在这里安装摄像头？我怕我男人出轨，临走前架在这专门拍他的，谁知道会遇到这种事。我顿了顿，几位，我现在不在车上，也和你们没有任何利益冲突，但我知道你们被困在车里了，我男人也是，我希望你们把他给我找来。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我们凭什么帮你？你们被困在车里，不出几天弹尽粮绝，早晚被冻死。可我男人也在啊，我怎么会让我男人死呢？我当然是要他活着。你想想，跟着他，你们不就能一起活着了吗？似乎察觉我说的有道理，几个人对视一眼。我们现在被困在大山里，你在哪？我男人叫宋泽宇，你们把他找来，我就告诉你们我的定位。更北边的地方已经零下70摄氏度了，还好你们在山坳里，温度下降没那么快。趁着现在温度还没低到出不去，赶紧离开，不然等着车上的电力系统崩溃，你们那里可就成了天然冰棺了。刀疤男听完面色一沉，立即转头拉着几个人跑到远处开了个小会。他们走远了些，以为我听不见，实际是小看收音了。这娘们说的真的假的？哥，真的，外面新闻都报了，好多地方都被埋了，只有地下车库、防空洞那些地方温度还能活人，咱这车厢全是窗户，等那电力系统真崩溃，咱几个也得死。不管了，他男人还在车上，只要他男人在手里，不怕他说瞎话。走。眼看几人拿着枪就朝其他车厢冲去，我这才安心继续吃面。等我鸡翅啃到第3个，那几个人果然拽着宋泽宇出现在我面前。我媳妇儿，不可能，我给她打电话都关机了。我挑眉，立即给宋泽宇打了个视频通话过去。随着画面一亮，满是物资的大厅出现在几人面前，他们还没看清，我就把摄像头调到前置，当着他们面继续啃鸡翅。姜文，你在哪儿？我找了你那么久，你怎么自己下车了？你去哪儿了？我看着屏幕里的男人，耸耸肩。我们领导突然指派我去运一批货，就在上一站。我看你睡那么死就先走了，现在你也看到了，我就在我们公司的地下仓库，离你也不远。听说外面大降温，你现在下车过来找我吧。说着，我发了个定位过去，定位是我自己在地图上标的。几人打开一看，距离列车有3公里。很快，几个人面露难色。平时看起来的确不远，但现在外面大雪都有半人高，3公里就异常远了。我看外面温度又开始下降了，要是再不出发就走不了了。我顿了顿，宋泽宇，别人我不管，你可一定要活着找到我，这仓库里的食物够咱吃好几年的了。说着，我又把视频拿到满当当的货架附近，给他们展示一圈。大妹子说的哪里话？你放心，你男人，我们一定给你安全送到了。话音刚落，视频挂断，看到了我身后满满当当的物资。那几个人果然动心了，他们吃定了我不会抛下宋泽宇，立即开始收拾东西。监控里，几人搜刮了整个车厢的衣物，很快，连宋泽宇身上都被裹上一身厚厚的羽绒服。眼看几人都把自己裹成粽子，浑身贴满暖宝宝，又背了不少物资，这才朝监控显示器摆摆手离开了车厢。我冷眼看着这一幕，直接将监控关了。吃完饭，我把锅碗都刷干净，披上防寒大衣，拿起一个本子，从楼上的冷库开始检查记录自己的物资。仅仅过去2个小时，第一扇大门和第二扇大门之间的储物区气温就掉到零下20摄氏度了。钢笔尖底在纸面沙沙作响，呼出的白雾在睫毛上凝成冰晶。我裹紧防寒服，倚在货架旁，手电筒光束扫过落至洞顶的米山，10吨东北5常大米被真空分装成500袋，光是这些大米，我就花了整整1周时间托运码放。我推着货车一趟趟往返于货车和山洞，将这些大米码放得整整齐齐。由于采购匆忙，来不及仔细查看时间和质量，随着指尖抚过编织袋上的生产日期，防水油墨在低温下依然清晰可辨。这是从3家不同粮库分批采购的，即使某批被人坑了出点问题，倒也不至于全军覆没，毕竟存储在这的，大概率要几年后才吃得上了。大米记录完毕，我转头又去看钢制货架，其中100扇羔羊、100头黑猪、100头牛都整整齐齐倒挂在滑轨上，每只后腿都贴着检疫标签。这些也不是最先会被启用的物资，下方那几个大冰柜里早就存放了被切割好的各部位肉类，一个种类一个冰柜，拿取方便。只要下方冰柜里的肉类吃完，才会从滑轨上取新的切割再存放。光是这些肉类就已占用了这里一大半空间，剩余的角落则被我拿来存放海鲜。50条急冻金枪鱼，50条急冻三文鱼，50条鳕鱼条条分明的码放在木架上，仔细看去，甚至还能看到鱼眼上凝着冰晶化的海水。这些东西价格昂贵，所以没囤太多，毕竟对于末日来说，能吃到海鲜已经足够奢侈。除了鱼类，还有海蟹、海虾、鱿鱼、贝类也都分别买了一些，被我依次码放在一旁货箱里。分别记录好数量后，我离开寒冷的大冰窖。为了方便进出，我在第2扇大门后放了个玄关柜，专门放防寒级别的衣服和护具。每次进出只需要把这些挂回去就行。随着第2扇大门关闭，放置在玄关柜上的手机已经嗡鸣许久。打开一看，宋泽宇早已打来20个未接视频通话，真有种啊！都走出去20分钟了，手机还有电。我拿起手机，立即给他回了视频。等了许久，他才接通。走多远了？还没到吗？
江小婉，你要不来接我们一下？外面太冷了，手机要没电了。视频里，宋泽宇和那几个杀人犯从列车走出来还不到800米，而他们身后的列车还亮着温暖的光，列车灯还亮着。那说明温度还没降到-50°C。我已经出门了，你看我衣服都穿上了。我拍了拍自己身上的防寒服。泽宇，咱俩大学都是理科，你该知道，车上的电力系统在-50°C左右才会崩溃。既然现在列车的灯还亮着，说明你们还有机会，我们都别放弃，好吗？一阵寒风吹来，宋泽宇身后的男人追上来。给我手机，他说啥了？他说车上的电力系统在-50左右才会崩溃，也就是说，只要列车灯还亮着，温度就还没那么低。咱们要在列车灭灯前到达他那里。镜头里，我一身防寒服捂得严严实实。我现在就来接你们，记住啊，你们一定要越过这座山，我就在往山上赶。咱们距离很近了，这火锅都烧好了，我一个人也吃不下。等你们到了，先好好泡个热水澡，咱们一起吃火锅。刀疤男见状，回头也看了一眼列车，毕竟都走了这么远，如果现在返回，那就前功尽弃了。他一咬牙，招呼几个人把宋泽宇从雪地里拽出来。走，兼职，咱一起找你媳妇去，吃火锅，洗热水澡。再次挂断电话，我冷笑着把防寒服脱下来，拿起记录本，一路向楼下走去。大厅被我分门别类的放满货架，最先走到第一排货架旁的钛合金柜，露出12个亚克力分隔箱。1号箱里3000粒复合维生素片被我按颜色分类，橙黄的是 VC， 嫩绿是叶酸，淡粉是胶原蛋白。2号箱躺着500支葡萄糖酸锌口服液，3号箱中是一些常见退烧药和消炎药，4号箱是各种皮肤病类药品以及抗过敏药。一个个数下来，12个箱子里几乎把各种类型药品都罗列齐全。这些东西都是买来应急的，保质期也就3年。3年后，如果外面还没降温，至少还有食物储备。但如果生病，一切就要看命了。走到大厅靠墙位置，我点开气压箱，从加油站拉来的50桶煤油都被放置在这个防爆柜里，旁边叠着20组太阳能板。楼上配电室旁边还有一个拿不盖着的备用柴油发电机，这些都是这个山洞的能源储备。往后的日子里，除了必要的灯光和一些小家电，也没有太多需要电的地方。毕竟最耗电的制暖设备已被地热取缔，制冷用电更是不需要。我继续拿起本子，把大厅里货品一一记录。这里所记录的每一个数据都会被绘制成电子表格，这样每次取用时都能看到物品消耗情况。其实当初买东西时，所有货品都有记录，这次只是再次清点一遍，怕自己漏记。当大厅物资记录好后，我穿过右边门洞，来到温泉池那一侧的走廊。原本的星光影院房、KTV 房、麻将室都被改成储物室，一个存放卫生日用品，一个存放饮料和纯净水，还有一个专门存放饲料、种子和有机泥土。而另外的桑拿房和汗蒸房因为地热问题，根本储存不了任何物品，反倒能拿来当温室大棚。水稻和小麦就是第一批试验品。水稻和小麦都是光合作用强烈的作物，只要提供充足光照和良好通风，就能正常生长。室内种植还可以避免受天气影响，大大提高了收成稳定性。我在房顶放置仿日照灯光，模拟户外24小时日照系统。这2间房还安装了通风管道，每天都和隔壁那个露天山洞进行换气通风。这里也将是未来整个山洞最耗电的地方。离开最后这2间房，我的目光落在最后一道门上。这道门后将会是我和外界唯一能接触的地方了。我抹撒着笔记本扉页上自己绘制的物资拓扑图，突然想起去年年底时自己在家捧着咖啡做年终 PPT 的日子。那时的我认为 PPT 上的业绩才是自己的未来，而现在笔记本上那些刚记录下的数字才是。我披上外套，一把推开了那扇大门，一阵凉风袭来，抬头望去，洞外呼啸风声正撕扯着-70°C的夜幕。系统识别主人进入露天区域，已自动开启灯光。露天区域温度15°C，湿度30%，风力小于1级。推荐衣物卫衣。随着山洞四周灯光亮起，洞内场景映入眼帘。角落里趴着的2头牛看到亮光无动于衷，反而一旁的2只羊有些畏畏缩缩。临走时，这些牲口的食槽里都放满了食物。这会儿也见底了，我从一旁早早备好的饲料棚又抱出一些鲜嫩牧草，它们才抢着上来吃。我走到鸡舍里查看，见早早安置好的30只鸡都踏踏实实窝在自己草垫子上，一旁的自动喂粮器还有一大半，说明这段时间系统确实在按时投喂，当下就放心了。抬头望去，隐约还能透过头顶几十米那碗口大的窟窿看到几颗星星，看来雪已停了很久。露天碗口看起来小，中午到下午的阳光却能投射进来，照亮半个山洞。粗略估算，至少有6小时日照。正下方被我同样架起种植区，种下了一些蔬菜，葱、香菜、生菜、菠菜、芹菜，凡是耐得住低温的菜种子都被栽了进去。而这些蔬菜四周全都是我从草原移植过来的黑麦草，这种草适应性强，能在低温环境中生长，环境再恶劣也能生存，算得上优质牧草了。我弯腰抓起一把土搓了搓，察觉还有些湿润，想起来应该是白天下雪的缘故。由于四周岩石提供源源不断的热力，哪怕是-70°C的风刮下来也弱了，何况是大雪，几十米的岩洞高度，下来也成降雨了。我抄起岩壁旁边放置的铲子，
去牲口棚里把粪铲出来，全部堆到一旁专门堆肥的池子里，随后添加适量保氮剂，盖上一层泥土，最后把塑料往上面一铺，等着发酵成有机肥。干完一圈活，我收拾收拾离开山洞。等我回到别墅区，手机又响了，这次是语音。江晚，你到底在哪？我把暖宝宝都用完了才开的机。我没回，半小时后，视频通话打进来，我点开，画面里几个人站在山顶，身后是白茫茫一片。宋泽宇嘴唇已经冻得青紫，眼皮上结着霜，刀疤男的脸出现在镜头前，喘着粗气。我们到山顶了，你在哪？我靠在温泉池边，端起咖啡喝了一口。我没出门。刀疤男愣住，然后眼睛瞪大。你说什么？我一直在山洞里。你骗我们！对，刀疤男把镜头对到宋泽宇脸上，吼道：醒醒，你老婆根本没出门，她一直在骗我们。宋泽宇艰难地睁开眼，看到视频里穿着短袖的我，嘴唇哆嗦着。江晚为什么？我把镜头转向身后的货架，满满当当的物资在灯光下看得清清楚楚。宋泽宇，那保单上的金额你还记得吗？他愣住了。什么保？宋泽宇顿了一瞬，似乎终于明白了一切。他还想辩解，却被刀疤男一把拽开，踩在了雪地里。刀疤男在旁边听得一头雾水，但很快反应过来，他被耍了。他一把揪住宋泽宇的衣领：“你他妈跟他有仇，害得老子也被骗了。”刀疤男一拳把他打翻在雪地里，转头对着镜头吼道：“你男人在我们手里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”我看着屏幕里那张扭曲的脸，笑了笑，不想怎么样，就是想让他感受一下零下70摄氏度是什么感觉。说完，我挂断视频。5分钟后，监控画面里，那几个男人开始扒宋泽宇的衣服，他们把他身上那件羽绒服扒下来，把帽子、手套、棉鞋全抢走，穿到自己身上。宋泽宇挣扎着，嚎叫着，被一脚踹倒在雪地里，然后他们转身往回跑。宋泽宇趴在雪里，挣扎着想爬起来，爬了2步，又倒下去。他回头看向远处那趟还亮着灯的列车，又看向镜头，他不知道镜头在哪，只是茫然地对着白茫茫的雪地。最后他不动了，我关了监控。3天后，我正在给生菜浇水，对讲机突然响了。不是宋泽宇那个频率，是另一个。滋，有人吗？我放下水管，走过去拿起对讲机。谁？对面沉默了几秒。你山顶在冒烟，所有人都看见了。我抬头看了一眼头顶那个碗大的洞口，冒烟。那你怎么不来？我在帮你清理。什么意思？那些爬上来的人。我愣住了。你是？3天里有7波人往你那边爬。他的声音很淡，像在陈述天气。最远的离你还有200米，最近的离你洞口不到50米。我后背一阵发凉。他们人呢？掉下去了。他顿了顿。你选的这个山头后面是断崖，全被雪盖着，他们以为能爬上去，一脚踩空就没了。我没说话。第1天我看见1个，第2天3个，今天上午2个。他顿了一下。还有1个现在还在爬，要到了。我猛地转身，看向通往露天山洞的那扇门。别开门。他的声音依旧很淡。我去处理。你怎么处理？对讲机里沉默了很久，然后传来一声闷响，像是什么东西砸在雪地里。又过了几秒，他的声音再次响起。好了。我握着对讲机，手指有些发麻。你是谁？邻居。什么邻居？你2个月前在县城的旅行社见过我。他说你买了很多东西，我也买了很多东西。你订货的时候，供应商告诉我，有个女的一口气要了10吨大米，我就知道不止我一个人在做准备。我想起那天山路上的货车，那辆跟了我一路，最后在分岔路口拐弯的货车。那天是你？对，我本来想看看你到底要去哪，但你太警惕了，我就没跟。我沉默了一会儿。你那边安全吗？比你这边安全，我那边没有冒烟的洞口。那你？我这边能看到你那边，每天都有人往你那爬。我看了1个月，今天实在看不下去了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你叫什么？秦宇川。秦宇川，大气物理系研究生，他是最早发现天气异常的，甚至半年前就推算出寒流降临的具体月份。但导师不以为然，他只能自救，孤儿靠奖学金读到今天。为囤货，他借了2000万网贷。你就没想过寒流只来几天？没想过。他那个山洞在隔壁山头，距离我5公里。他那个建得更早，但除了硬装啥也没剩，彩电都别想。但他有180度落地观景窗，正对着我这边的山顶。你那边的白烟每天都能看到风向。他说，只是现在唯一能观测的大气数据。你每天都在看？对，顺便帮你清理人。之后的日子，对讲机成了我和外界唯一的联系。他不会做饭，吃了5个月泡面，我教他做饭，教他种菜，教他堆肥，把牛粪变成有机肥料的生物化学过程。他听得很认真，最后总结。所以堆肥就是微生物作用下，通过水解、氧化、氨化、消化等反应，将有机质降解为稳定腐殖质的过程。这样理解没错吧？是。明白了。他学东西很快，1个月后他已经能做出不难吃的饭菜，3个月后他已经能隔着5公里通过我这边烟的方向判断风速。明天会有强风。他某天说，你怎么知道？你烟的方向变了。第2天果然有强风，洞外风声呼啸了一整天，露天山洞的温度降到了10摄氏度。我开始习惯每天早晚和他通话，早上汇报各自吃了什么，晚上交流1天的发现。他说他那边存了很多书，可以给我读。我说我这边有温泉，可以给他描述有多舒服。你这是在炫耀。他说，对。等我哪天实在受不了，就爬过去找你。你爬不过来的，有断崖。我可以绕路。零下70摄氏度，你绕30公里。他沉默了一会儿。
你说的对，我还是继续吃泡面吧。3年后，对讲机在清晨响起。江晚，快醒醒！吵什么吵？救援来了吗？雪化了。我翻身而起，冲到窗边，外面依旧一片雪白，哪化了？你仔细看，雪位下降了2厘米。我盯着窗外看了半天，没看出来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窗户上有线，每天早上看1眼。3年里，他用那根线记录了每一次变化，从最初雪盖到玻璃上30厘米，到现在下降2厘米。温度呢？零下68摄氏度。还早。对，还早。第5年，雪线又下降了5厘米，室外温度零下60摄氏度。2只牛生了1只小牛犊，我开心了3天，给它放满了新草。秦宇川，我这边生小牛了，恭喜！你那边有什么新消息吗？没有，还是只有雪。第8年，雪线下降了30厘米，室外温度零下40摄氏度。对讲机里，秦宇川的声音第一次有了起伏。江晚，可以出来了。我站在大铁门前，看着那扇关了8年的门，门轴已经锈死。我浇了3壶热水才推开一条缝，刺眼的白光涌进来。我眯着眼，看到一个裹成粽子的人站在雪地里。秦宇川，我一把将他拽进来，围巾一层层剥落，露出一张清秀的脸。我愣住了。秦宇川，我见过你，8年前县城的旅行社。我回头看了一眼，人群中一个高个子男孩正背着双肩包茫然四顾，他也回头看了我一眼。对，那天我也看见你了。第10年，室外温度升到零下18摄氏度，我们一起去县城找物资。秦宇川的货车还能开，一路碾过融化的雪水，开进那个被遗忘了10年的小镇。街道还是原来的模样，店铺门开着，里面空无一人，雪水从屋檐滴下来，在地上砸出一个个小坑。我们撬开五金店，撬开超市，撬开药房，能用的都搬上车。最后一站是气象学院，秦宇川要找观测设备。实验室的门开着，里面空无一人，仪器上落满灰，但还能用。他把能拆的都拆了，装了2个大箱子。回去的路上，他说：“我可能发现了问题。”什么问题？这股寒流有周期性。我踩下刹车，转头看他，什么意思？就像海啸前的退潮。他看着窗外，现在升温，但过几年还会再降下来。你确定？不确定，但数据指向这个方向。我沉默了一会儿，那怎么办？没办法，只能做好准备。第11年冬天，温度又开始下降，从零下18摄氏度掉到零下25摄氏度，然后零下30摄氏度。对讲机里，秦宇川的声音很平静。开始了。这一次我们没有慌，我们有足够的物资，有足够的经验，有足够的时间做准备。我扩建了温室，多养了1倍的鸡。秦宇川加固了他的窗户，把观测设备搬到了更安全的房间。最后一天，我们站在分岔路口。秦宇川的山头能观测高空，我的山头能养活牛羊。他要的是末日背后的真相，我要的是末日后的生活。这2样在现有环境里不可兼得。我朝他伸出手，那就下个8年再见。他望着我，低笑了一声，握住我的手。好，下个8年再见。希望下次见，我能找到答案。